我想观众朋友应该都有感觉到，这几年台湾新创能量是越来越丰厚了。那这当然包括非常多的科技企业的支持。高通深耕台湾20多年，那他们从2019年开始也举办了高通台湾创新竞赛，到现在已经迈入第3年的时间了。除了很丰厚的奖金可以支持新创团队的发展之外，其实他们也规划了非常完善的育成的计划，而且也提供了非常坚强的技术支持，都可以协助新创团队，无论是在科技的发展上面，或者是市场上，甚至是跟国际伙伴的连接上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跟成就哦。我想我们接下来的现场呢，就会邀请到3组入围高通台湾创新竞赛的新创团队，他们都非常的优秀，而且都是从100多队的这个竞争者之中脱颖而出，要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就是遇见无所不在的 AI。有人说，5G 其实是 AI 发展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拼图。有了5G 之后 ，AI 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就会更加的快速，也更加的普及。所以，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高通台湾创新竞赛的计划负责人 Evie， 还有3组新创团队来现场跟我们聊聊 AI 如何应用在产业面上面，或者是生活面上面。我们先请现场的来宾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Evie。大家好，我是 Evie， 负责高通台湾创新竞赛。大家好，我是悠有数据创办人Shaw。大家好，我是洞见未来科技创办人 Jack。大家好，我是智慧贴纸 SmartTech 的 King。好，欢迎3位哦。其实我们都知道，这3位的技术跟产品服务其实都跟 AI 有关系，而且都应用在不同的产业类型上面。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依序请3位来跟我们聊聊你们的产品跟服务是什么？上。好，我们是悠有数据。那我们公司主要是服务农产供应链的数据科技公司。那做的事情蛮特别，它其实是一套可以去预见到未来的一个演算技术。那我们称之为是作物的演算法。那我们是协助农企业客户在种下去时，就可以先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收，跟产量变化，再去协助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些数据型的种植技术去提升产值。然后呢，再更进一步去联动到价格。我们希望就是将来的耕种是更接近所谓的商业面，而不是说我今天非常会种，然后种出来我不知道要就是怎么卖。所以我们再更进一步去结合到所谓的通路端。那我们希望打造的是全数据形态的。原因点是因为其实我们主张的是数据科技进入到传统产业，可以带来更有效率的整个不管是种植或者是交易的方式。那我觉得也是传统产业变革上面所需要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 Realojet 的 Jack。大家好，我们洞见未来科技专注于声音处理技术，我们的核心是 AI 人声增幅技术，可以协助人们，特别是听障者，在嘈杂环境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的聆听。那我们呢，现在已经有搭载我们自有技术的产品，包含这个运动风的辅听耳机，以及即将上市的这个无线款的辅听器。那这个呢，产品上市之后，已经受到许多听障者的这个热烈好评。谢谢。哇哦，那个产品很酷哎！等一下，下了节目借我带带看，因为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有那种重听的感觉。好，然后接下来是 SmartTech。大家好，我们是智慧贴纸。那我们智慧贴纸呢，是协助制造业呢快速无痛的升级到智慧制造。我们谈到智慧制造，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关键，不论是导入这个 AI 或是各式各样的新科技，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你的工厂要有很多的数据，稳定的产出。但是你放眼亚洲的工厂，大部分的工厂都还在用10年前乃至于20年前的生产设备，没有 sensor， 没有 data， 那有很多 AI 的工具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智慧贴纸呢，我们把某一种感测器，像是温度、湿度或是压力的感测器，搭配一个 wireless module， 整合成一张轻薄短小的贴纸，粘贴在现有老旧器材的表面，搜集这个生产的数据以及过程，再由我们的 AI 平台来分析。最后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客户说，下周3你要换你的模具，下周4要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哇哦！所以我想观众朋友透过刚刚的介绍可以看到 ，AI 可以用在农业。可以用在声音科技，也可以用在工业4.0，所以这些 AI 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多元。然后它有 To C 的应用，它也会有 To B 的应用。所以我想请教 Evie 的是说，在你负责高通台湾创新竞赛这3年的过程中，一定有看到非常多有趣的创新的应用。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通在推动高通台湾创新竞赛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些新奇的、惊喜的或者是有趣的发现？
好，事实上，从这3届的新创团队的报名资料里面，我们已经观察到说，蛮多台湾的新创都是以 AI 当做他们的主要的技术核心。那其实 AI 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工具，但是最关键的是说，你怎么样去善用这样一个 AI 的工具，去解决不管是生活上或者是产业上面一个可能用传统方式比较难或者是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想今天我们邀请来的 QITC 团队都有很好的一些分享。那我这边再多补充一个 QITC 2020的团队，LuluPay。那他们是利用 AI 去解决就是猫咪照护上面的问题。智慧猫砂盆。对，是。那其实创办人他们跟我们分享，其实在10大的家猫的死因当中，一些疾病包含像肾脏衰竭啊、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其实他们的早期症状从排泄物的观察上面就可以知道说，预见说它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些疾病。那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 AI 去做一个有效率的一个针对猫咪的排泄行为的观察，是能够及早发现这样的症状，然后可以帮助饲主去照顾这样的猫咪。那其实他们也分享，就是猫咪的这些疾病的一些早期症状跟人类很接近，是，所以他们的 vision 是说，这样的技术其实可能可以从宠物市场一直走到医疗的照护市场。是。那这个案例也给我们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就是 Edge AI， 就是所谓的边缘的 AI， 或者是在 device 上面的 AI，其实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跟产业上面很多的好处。包含隐私啊，或者是更个人化的一些应用。那这样子的应用发展，我们相信能够推动产业跟生活上面有很多的新的进展。我想刚刚Evie分享的这个案例，如果镜头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你自己本身跟我一样都是爱猫一族的话，应该会特别有感，因为绝大多数真的就像刚刚Evie分享的，非常非常多的猫咪，一旦到了年纪到了的时候，其实都很有可能。绝大多数的毛病都是生病，而且照顾起来非常的麻烦，然后也非常让人家心疼。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说，AI 真的是无所不在。OK， 小到这么细微的跟宠物有关的生活层面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接下来也想请 Realogy 的 Jet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生活的层面上面，我们知道你们专注的是声音科技。那也希望可以透过声音科技来协助人民有更好的在这个听觉上面的体验。那我知道你们另外一位创办人 Blue 其实自己本身是一个听障者，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在你们的服务的过程中面，针对听障者这件事情，你们具体的解决听障者什么样的问题，利用科技上面。但是我想会需要你们的这样的声音技术的，不单单只有听障者，可能它应该还有更大的市场，尤其我们面临了老龄化，就像我说的嘛，年纪越来越大，就感觉好像越来越党听，越来越中听一样。所以除了听障者之外，就是在助听器跟辅听器这件事情上面，还有什么发展空间 ？OK，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如果处在就是餐厅，或者是大家戴口罩交流的时候，如果你的就是亲朋好友只要稍微讲话小声一点，其实一般人也会觉得听得有时候不是很清楚。那这个困境呢，对于听障者是更加的困扰，因为对于微小的声音来说，对于听障者是听得更加的困难。对，特别在嘈杂环境。那我们的核心技术呢，其实就是利用 AI， 我们把有效的人声、主要人声去强化、增强，让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率的、更轻松的聆听主要的亲友的对话的声音。但对于周遭的环境噪音，例如路人的甲乙丙丁，以及呢，就是汽车、机车声，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把它降低跟抑制，那让使用者呢可以更专注的去沟通。那其实这个不只对于听障族群是有帮助的，其实我们的一些使用者呢，也有一些是一般人，但是他对于就是安静或者是专注的聆听品质是更有要求的，实际上也可以覆盖于一般人，甚至是就是高龄化的长者这样子。而且其实更重要的是说，其实你们把产品发展到像您手上这样子，很像一个一般消费型的耳机一样。所以过去大家对于所谓听障者的需求，都是想说，那他要带一个很贵的，然后很专业的这个助听器，而且通常外形都不是太美观。
但是你们透过这样的技术，把它落实到一个看起来就跟一般消费型的耳机长得一模一样的产品里面，所以这也是你们在科技上面的独到之处。其实呢，过去的这个助听器，大家一般的印象是很专业，然后呢，并且高单价，对，确实也是如此。那其实呢，这种就是产品定位呢，会让很多人就是觉得可触而不可及。那我们其实推动的是，就是助辅听器的，就是像耳机一样更亲民，然后呢，你可以用比较就是亲民的价格，然后呢可以快速取得，然后呢解决你的听力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其实不只是让使用者可以就是有效的聆听，其实我们把就是传统助听器跟耳机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我们有一些使用者反映是说，他过去呢是完全没有就是打电话的经验，那我们也可以用蓝牙。让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率的打电话、接听音乐，这样子。哇 ，OK， 所以聊完在生活上面的应用，我们刚刚听过了宠物的案例，听过了这个声音听觉体验上面的案例，我们来聊聊回到产业面端哦。我想先请教 Kim， 就是说，刚刚在您的分享里面，SmartTag 的技术可以用一个小小的贴纸，然后就协助目前非常多普遍在工业或者是在制造业里面各个不同工厂里面那种老旧设备，就是快速能够协助它智慧化。那当然，数位转型这个议题或产业转型这个议题，现在是非常的火热。那我们聊到转型，那一定是因为一定有老的东西，所以才有转型的需求，才会变成新的。假设我们想象在10年、20年之后，这些老旧的工厂，这些设备都逐渐的汰换了。然后科技也日新月异的发展了。那你的想象里面 ，SmartTag 它接下来的发展会是什么？你们的产品会如何的进化？然后继续在智慧工厂或者是所谓工业4.0的这件事情上面扮演智慧的角色 ，AI 的角色。OK，您讲的是一个我认为大概在10年之后就会实现的，全部的这个工厂里面呢都是已经内建很多 sensor 的这种新的生产工具，这一定会实现，这是未来的蓝图。智慧贴纸的产生呢，是 base 在10年、20年之后的这个未来，我们反推现在的未来，现在的这个状况如何走到未来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你所讲，10年之后，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不再需要贴纸啊，贴纸是一个后装的一个产品。可事实上，在我们发展智慧贴纸的这个技术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价值是用了很多的低阶的感测器，搭配一套我们独有的一个 AI algorithm， 这两个的结合可以得到一个高阶的工业 sensor 判断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最大的价值是使用一些 low end sensor， 然后产生出高阶 sensor 的这个效果。那未来的新的这个工具机台，他们在 built-in sensor 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应该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使用我们的这一套技术，使用我们这套 algorithm， 来让它的这个等于就在整个机台上面包覆了一层电子皮肤一样，像人一样可以知道每一个这个机构件发生了什么状况。OK， 所以等于是说，在您的观察里面，你也预先了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所以现在虽然是后装，但是凭借着你们的演算法跟技术，你们希望未来新的设备或新的机器出现的时候，你们是预装，你们是内建，可以持续的在就是把 AI 应用在工业里面的发展，就是还是可以取得一定的领先地位。补充一下，当初在做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在参加高通的这个竞赛的过程里面，发现了我们的价值。是，对是 OK。好，那所以现在包含了参加高通台湾创新竞赛，还有你跟业界打了交道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自己接下来看 AI 技术还可以为工厂带来什么样进一步的改变 ？AI 基本上呢，它扮演的是判断未来。然后呢，这个针对现况做分析，以及找出过去发生的病因，基本上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角度来看。目前大部分的 AI 呢，基本上着重于现在的这个情况的判断，以及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推演。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很少去往后会去回推说是什么样的病因造成这个机台产生了故障，是什么样的病因造成农作物或者是猫狗或者是听力的这各式各样的受损。我认为以后这些技术会全面的应用到这些领域上面。OK， 我想过去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创新，可是工业在现在已经渐渐又变成我们眼中所谓的传产了，也有很多需要革新的地方。另外一个传产是农业，
最近台湾的环境拼命缺水，昨天好不容易下了1天雨，结果就下那么1天 ，OK， 大家本来很开心。缺水这件事情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生活上不便。可是其实缺水这件事情当然了，对工业也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另外一个用水大户其实是农业，因为水的改变其实对于农作物的生长等等的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 Sean， 就是 DataYo 把 AI 用在农业上面，那你们其实要协助农业的，就是说怎么做好风险的管控嘛。所以你们自己可是当然我们就知道说农业这件事情，大部分它的从业人口有一定程度都是比较年长的从业人口。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青农的加入，可是你在针对这种产业传统劳动人口又普遍年龄比较高，在推动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先回答那个缺水期跟花期的那个关系其实非常大。我们公司投入非常多，其实是在找最关键的那个生产时间，你所需要去照顾的阶段。所以，比方说，假设开花时没有碰到缺水，它结出来果品质可以保证。但如果开花期碰到缺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变比较惨。那我觉得，在农业这样传统产业的挑战是它面临的一个世代传承的问题。以台湾或是日本或是就我们相关的附件国家来讲，其实都有普遍碰到是老农手中握很多经验，但是当今天的第2代、第3代要来接要来传承的时候，他们除了照传统的方式，就是逐步的去学习之外，有没有更快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未来农业势必会跨入到所谓的精准农业，这其实也是终端消费者的期待。那我们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加速这个迭代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中间其实是用蛮多数据去切入。可是我觉得这边碰到的问题是，在这个世代传承当中呢，会碰到问题是大家对数据的认知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当你刚刚讲很多的数学的时候，其实他们听不太懂，他们要的是终端的效果。所以我们公司发展的演算法反而是不断的带着他们去看到说，我现在种下去，我肥吃下去了，我最终的产量会变化。那这个是纯科学数字的变化。那传统的做法是什么？传统的做法是我肥吃下去，我不知道。采收后我才会知道，然后我再来做检讨，然后隔年我再过来种。换句话说，假设我种水稻，我种2期作，30年后我会有60批的经验。那60批的经验以大数据来讲够吗？其实不太够。可是当我今天是一个有点类似集体智慧的方式在做的时候，这个迭代的速度就会加快。OK， 好，那所以除了这一点之外，从科技人的角度，你看看未来的所谓的新农业的发展，因为农业其实虽然说我们说它很传统啦，可是事实上，毕竟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产业。然后最根本的就是要顾好每个人的肚子。所以从科技人的角度，你怎么看未来新农业发展的趋势？我觉得农业是产业，它其实是不是那种所谓好像很悲情什么的。在我看起来，它其实是一个发展性非常高的产业。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现行的作业方式比较没有效率。可是当今天我们可以透过数据可以让它更有效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物流集货的速度加快，连种植都可以是处在一个比较精准、品质比较稳定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那新农业的发生其实可以带给更多人，其实他愿意来种田，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科技。像我们公司开了蛮多新的职缺，是过去在农业上不曾存在的。因为很多时候念农业的人，你不是考公职，就是回家种田，不然就是转行，不然就是失业。其实这个路是大家其实会很想跳的。可是当新的东西产生出来的时候，它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OK， 我觉得我们今天3个团队的这个选题都非常精彩哦，就是有 To B 的，也有 To C 的，然后还跨不同的产业应用，有应用在工业上的，也有应用在农业上的。那我想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尤其又加上有高通的这个支持哦。所以最后我想请Ivy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前几期的团队嘛，那2021年的入围团队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更新的这个 AI 的应用？同时，就是对于这一些我们目前还没有揭晓的这些入围团队里面，你们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同时，我想这个期待也可以对就是作为在镜头前面的这个新创团队一些鼓励跟建议。
好其实我们现在在录影的时候，我们今年2021的团队名单还没有正式公告，但是在我们其实团队已经都选进来，然后已经开始在规划。那其实今年的入围团队里面，大多都提出以 AI， 尤其是Edge AI 边缘 AI 为核心，在解决产业上一个重要的一个挑战。那也有半数的团队是提出会利用5G 来加强他们的整个服务跟产品。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些台湾的新创团队他们在5G 跟 AI 的垂直应用领域上面都有很强的能力跟企图心。那我们也很期待借由这个 QITC 2021的这个育成规划不管是在技术上面、商业辅导上面，还有在智慧财产权的培训方面，可以帮助他们一起前进。那我们相信，其实新创公司是比较有机会能够在所属的区域当中去找到一个特定的领域，去解决那个特定领域的或者那个特定产业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希望透过 QITC 的竞赛，可以带着这些台湾新创团队链接到一个国际的市场，然后帮助台湾团队可以走向国际。那刚刚回归到说，就是观众如果说目前不是 QITC 的团队，我们有一些想要分享的其实高通长期在不管是在无线技术或者是边缘 AI 运算上面的技术都是一直领先。那我们其实观察到，随着5G 的到来5G 加 AI 其实是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机会，然后也是可以很多创新的机会。那我们相信台湾的新创能够在这样子的新世代里面发挥，然后产生很多新的应用。那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 ecosystem 一起努力跟着大家一起加油。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3位新创团队的代表，分别是 DataYo， 然后 Religent 还有 SmartTech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 AI 科技上面的具体应用。当然也非常谢谢 Evie， 就是来跟我们分享高通台湾创新竞赛这一路以来给台湾新创团队的支持。我想我们这一段座谈的主题叫做遇见 AI 无所不在。那下一段的节目，我们一样会邀请到高通的伙伴，还有3家的新创团队来跟大家分享5G 的未来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